哥，你师兄这段时间搞什么呢？我去丹房都没有找到他。叔，我也不知。师兄最近在后山平了一片地出来，隔三差五就跑过去，好像是在研究神通。九九掐腰挺胸，一阵沉吟。灵娥，虽然单字称呼显得亲密，但可不可以喊我九？叔就有些过分了。我很男人婆吗？灵娥低头瞧脸身侧那人世间的某种罪恶，轻轻叹了一声。师叔您是不是没酒喝啦？九九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。最近想闭关，缺口有点大。这不是想看你师兄最近有没有什么活缺人手吗？你师兄缺吗？师叔您之前已经帮了我们小琼峰很多了。灵娥抿嘴轻笑，拿出了一只宝囊。之前师兄已经叮嘱我了，早就为师叔准备好啦。那你不早拿出来？九九顿时来了精神，随手将宝囊抢了过去，看了一眼宝囊之中的存货，顿时一阵爽朗的大笑，完美演绎了找人借钱前后的微妙心态。哦，对了，有酒岂能无菜？走，去看看哪只灵兽病了。玲玲昨天还说几只罐罐鸟可以吃了，咱们今天就烤2只吧，还要给百凡殿长老送2只过去呢。那还等啥？走。片刻后，嚯，这只不错，天网恢恢，肥而不腻。哎呦，就是它了。于是小琼峰上飘起了诱人的香味儿。考虑到那些灵兽的情绪，熊灵力、灵娥和九九专门去了远处的林子中，架起了铁锅与烤架，一阵笑闹，酒足饭饱。3个人一同收拾此地的炊具，熊灵力就扛起了自己的小锤锤，要去做他的日常任务——山中巡逻。九九笑道：哎呀，灵力，这里是门内，外面有一层护山大阵，不会有人偷偷摸摸来封上的。不行呢。熊灵力颇为认真地回答：山上这么多灵兽灵草，不看着让人偷去了咋办？表兄搞的这些东西也不是大风吹来的，表兄教我修行，给我这么多东西吃，我肯定不敢偷懒。而且不算这些，表兄交代过的事我都必须要完成。灵娥柔声笑道：有劳师叔啦。你们要是斗大神缺人，就等我忙完了哟。熊灵力的小脸一红，大手一挥，扛起云中子仙人亲手炼制的灵宝大锤，朝着山中大步而去。走得稍远一些，他口中还哼着自编自造的小调：表兄叫我来巡山，巡完左边巡右边，倘若谁敢偷鸟蛋，一拳把他打稀烂。林间顿时响起了愉悦的鸟鸣、兽吼、熊咆哮之声。灵娥轻轻赞叹：熊师叔完全听师兄的话呢。九九抹了抹嘴，俏脸上写着几分过意不去，他多多少少也是有些良心的，沉吟2声：总也不能白吃白拿，咱们去看看你师兄在做什么吧。灵娥忙道：没事的师叔，师兄不喜欢被打扰。这怎么能是打扰？九九哼道：本师叔如今修为在真仙境大后期，眼看就要冲进天仙去了，堂堂门内准天仙想给你们干点活，竟然还不乐意。灵娥眨眨眼，刚想继续劝说，就听师兄传声入耳。那灵娥笑道：咱们一起去后山吧，师兄那边刚好缺人手。九九这才是满意的笑了，驾云带着灵娥飞往后山那处不知何时建立起来的隔绝大阵。进了阵中，九九与灵娥就见到
各处分布的数十座直径约10丈的圆形草棚，草棚之下生长着各类仙草，这些仙草似乎是同一种类，仔细分辨却又有些细微的不同。大聚灵阵。九九那双眼睛一瞪，看着这些草棚下方不断流转的灵光，他虽然不通阵法，但也认得这种大阵。凭他1000多年的阅历，自然能够看得出来，此地种植的并非是珍贵灵药，而是一些普通的仙草灵草。但是地下却有一座巨大的聚灵之阵，接引天之清气，汇聚地之灵气，在此地用以培养这些杂草。这是在搞什么？这边有个牌子。也是第一次过来的灵娥轻声道了一句，仙裙飘动之间，落在了聚灵大阵边缘的那只木牌前。小琼峰仙豆种植地，百凡殿准见。正此时，李长寿挽着衣袖从远处草棚走了过来，身上的长衫满是泥点，但是嘴角带着几分笑意。过来这边吧，给你们看点好东西。灵娥和九九不明所以，满是好奇地聚了过去。有剪纸成人魔改的经验，以及大法师所赐的那一门身外化身神通做技术加持，这一次撒豆成兵神通的改良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。李长寿最开始对撒豆成兵做出的兵位要求并不算高，只想着他们能有元仙境的战力就够用了。但是李长寿自己都没想到，他在改良这东西的过程中不断有灵感涌现。只是1个多月，通过他对几类原生仙豆的培育、杂交、催熟，对施法口诀、手印不同组合的尝试，以及融入高深的身外化身之法，他已经搞出了3大豆兵种、12小豆兵种。当前来说，这些品类已经够用了。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就是提升这些道兵的个体实力，再之后呢，就是推演一些1000人战阵、万人战法，让这些道兵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战斗力。路要一步步的走，一口气儿也吃不下一头鲲鹏，你说是吧？这次喊灵娥和九九师叔过来，也是想要验证一下当前阶段的成果，顺便研究一下如何在渡仙门推广这门神通。当然了，要推广的是原版神通，改良的仙豆也不会轻易流传出去。李长寿将撒豆成兵的原版神通直接传给了九九师叔与灵娥，并给他们做了一个示范。随手撒出了几颗豆子，化成了3名身着皮甲、身段纤秀的工兵。李长寿是用归道境修为做出的道兵，他们的实力也不过勉强堪比反虚境。随后李长寿下达了简单的指令：那棵树。他们面无表情，拉弓开箭，法力凝成的箭矢精准地射中了100丈之外一棵大树的树干，在树干上留下了3只透明的窟窿。九九轻声赞叹：这个不错。灵娥小声问：师兄，这个跟剪纸成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？剪纸成人神通所化的纸人，只要其法力不耗尽，便会一直存在。但是撒豆成兵神通做出的道兵，只能存在几个时辰。言罢，李长寿抬手轻震，3只道兵化作流沙，缓缓消散。他继续为师妹讲解：剪纸成人做出来的纸人，需要你分神去控制，不然呢，只能做一些扫地、采集这种简单的活。但是撒豆成兵做出的道兵，只要给他们一个战斗的意念以及简单的指令，他们就能战斗到自身崩散。话语一顿，李长寿看九九师叔在旁边有些跃跃欲试，就道：要不要做个游戏啊？九九顿时眼前一亮，喜道：你又开发小琼峰的保留项目了？算是吧。李长寿随手拿出了一只空瓷瓶，在其中装入了18颗色泽品相不同的仙豆。随之李长寿现场开始制定游戏规则。这个项目暂定名为斗仙人。斗是豆子的斗，与斗法的斗同音。参赛选手
每人抽取一颗豆子，只用参赛选手当中修为最低之人的法力水准，用撒豆成兵神通进行催发，然后让他们斗法，分个高低上下，怎么样？九九顿时有些嫌弃，这不是跟斗仙虫一个意思吗？没什么新意啊。师叔您看得太短了。李长寿摇摇头，仙虫不可控，道兵却可以通过心神掌控，这就相当于下场斗法的替身。我们可以搞一些设定条件，比如2个老巢，一条河道，几座石头塔，让炼气士控制的道兵不断的对抗，单人、双人、多人同时下场，这里面花样多得很。九九歪头想了想，双眼渐渐放光。李长寿眯眼轻笑，这其实也是他有心之举，借这般方式将撒豆成兵之法在渡仙门推广开来。若是再遇到外敌，门内也就多了几分应对的战力。李长寿对熊灵力传声，让他也赶了过来，人多热闹一些。紧接着4个人随机选取了4颗仙豆，以灵娥的法力为准线，同时施展撒豆成兵。熊灵力本身的实力虽然强，但是修道境界偏低，无法施展此神通，由李长寿代为施法。李长寿先将熊灵力的斗兵做了出来，就听啪的一声轻响，熊灵力面前多了一位身着冰蓝斗篷、白亮皮甲的剑兵，工兵斗篷上还写着4个大字：冰寒剑兵。乖乖，真的能变成人啊！熊灵力顿时一阵赞叹，围着这剑兵一阵转圈。我先来吧。灵娥笑着道了一句，像模像样的将豆子撒了出去，按师兄传授之法迅速捏弄手印。轻烟过后，灵娥面前也多了一名斗兵。这斗兵身着黑色斗篷，戴着黑色头套，手中提着2把弯刀。同样的，斗兵的斗篷上写着4个大字：弯月刀兵。小长寿先来。九九对着李长寿抬了抬下巴，我要当大咒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随手将豆子扔到面前，像模像样的掐了几个法诀，面前便多了一道魁梧的身影，手中提着2只铜锤。他的斗篷上的4个大字也是霸气：霸熊锤兵。熊灵力顿时双眼放光，小声道：表兄，我喜欢这个。李长寿笑道：不可以换牌，我们比赛虽小，但也要公平公正。熊灵力立刻点头答应了一声，小脸上满是认真。于是3个人的目光汇聚在了九九身上。九九微微一笑，自有一股风轻云淡之感。他将手中的仙豆捏在指尖，低喝一声：九九的指尖绽放一缕仙力，与灵娥施法时的法力持平，用仙力将豆子包裹，扔到身前，双手迅速掐弄法诀，那巨大的罪恶轻轻地晃动2下，蚂蚁短衫微情不断。撒豆成兵。啪的一声，仙豆随之炸响，一抹绿烟掠起，在九九面前迅速凝聚，凝成了九九歪了一下头，不由蹲下来，盯着面前这1尺高的奇怪道兵。他有一只直径半尺长的嘴，一颗圆圆的绿色脑袋，2只墨点一般的眼珠，脑袋下面是一条根茎，根茎中间部位长着2只对称的枝丫，下面还有2只同样的枝丫，似乎是双脚一般。一只竹牌落在了九九脚边，上面也写着4个大字：豌豆射手。九九额头满是黑线，嘴角疯狂抽搐。扑哧一声，灵娥顿时没忍住，连忙扭头捂嘴。李长寿正色道：没想到最珍惜的道兵都被师叔你抽到了，这局你已经赢了。九九顿时一阵抓狂，跺脚间山摇地动，十分的壮观。然而李长寿淡定一笑，让九九念了一段小小的法诀，就听一声，那豌豆射手口中喷出了一只拳头大小的珠子，
这珠子流转五行火金气息，急速飞出100丈，在一片荒地上炸开，炸出了漫天烟尘。烟尘过后，留下了10丈直径的大坑。这还只是灵娥水准的法力催发出的斗兵。灵娥和九九对视一眼，都有些震撼。两个人虽然平日里胡闹了一些，但也都非愚笨之人，此刻均感受到了这一门撒豆成兵神通厉害之处，以及这般豌豆射手的神威。有些不足的是，这豌豆射手移动速度缓慢，只能够做固定的炮台来用，而这也不过是李长寿在魔改这神通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小步。九九突然喊了一声：斗法开始！3个人猝不及防，被那豌豆射手已经开始连环补，炸得其他3只道兵狼狈奔逃。小琼峰上顿时回响起了九九猖狂的大笑声，这笑声被那些路过渡仙门的云儿给带走，飞往了东海之地。殿下，这些够了吗？东海龙宫2座巨大的蛟龙车架上已经堆满了宝箱。一旁的龟仙人擦了擦额头上的热汗，问着一旁青袍打扮的敖乙。敖乙想了想，再来一车吧，主要弄阵法类宝材。老臣遵命。思思回他族内取宝，作为给长寿兄的礼物，也不知他现在回来了没有。敖乙喃喃一声，分开了几个时辰，也不由得有些挂念。渡仙门山门处，一身青色绸面长袍的李长寿飞在不高不低的高度，驾云缓缓而来。百凡殿给弟子们配备的道袍有3类，一类是练功服，一类是李长寿穿的普通道袍，这些都是可以随意去领的。灵娥经常动手为自己师兄做道袍，便是做的第2类，会按照师兄的要求，在道袍之内加几个几个不够，加几10个口袋。还有一类就是李长寿此时所穿的这种，有一定防护效用，且看起来就值几颗灵石，算是防御法宝的绸面印花钿青袍。